道家到底有多厉害？传说道家在历史上有无数的分支，其中最为神秘的叫剑仙，御剑飞行，杀人于百步之外，这些都是电视电影中想象出来的桥段而已。可是，一了解才发现，原来剑仙一点都没有夸张，它是真的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今天的故事呢比较玄幻，大家也是听听就好。中国道教协会第2届会长陈英宁先生，他被称之为是近代仙学巨子。他在口诀勾选录里当中就透露到，千万不要以为剑仙只是存在于小说当中而已。中国道家自古以来确确实实真的有这么一个特别神秘的门派。道家说仙分5种，最高等级的是天仙，接下来呢是神仙、地仙、人仙、鬼仙，而剑仙呢就相当于地仙当中的旁支。剑仙虽然也属于道家的，但是他们的修炼方式和普通在道观里面的修行的道傻是完全不一样。剑仙派的修行者需要一直待在深山老林里或者是悬崖峭壁之上，因为只有这些地方呢，他们才能够采集修炼用的灵药，同时呢，只有这些地方才能聚集天地日月的精华。就像道家庄子说的一句话：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熬泥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一般人都认为呢，庄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仅仅存在于庄子的思想层面，能够和天地精神一样，不受世间万物，不受世俗当中的一切束缚。但是庄子说的除了思想层面，其实还有更深的意思解读。意思是说呢，也可以通过大自然当中吸取天地日月的精华，通过先天一气直接和你的天地精神相往来。但是待在深山老林里哪有那么容易？古时候的深山老林可不像现在到处都是狮子、老虎、狗熊，还有随处可见的毒蛇猛兽，普通人根本就无力抵抗。所以说剑仙派的修行者久而久之的也就学会了用剑气怎么去降服猛兽。但是剑仙派的人呢，他们就算是有了御剑飞行、杀人于百步之外的能力，可是他们从来不参与任何的尘世，这就是他们的戒律。所以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于是他们就成为了道家分支中最神秘的一派。但是这么厉害的剑仙派，其实等级地位并不高。比如我们熟知的吕洞宾，还有张三丰的师傅火龙真人，据说他们都是从剑仙最后修炼成神仙。不过我们总提这些古老的人物，不管是吕洞宾也好，还是火龙真人也好，听上去总感觉像神话传说，总觉得不像是真的。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个近代亲眼见证过剑仙的故事。这个人呢，就是南怀瑾老先生。南怀瑾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为了学到真正的仙术，所以他四处寻找真正有本事的修仙者。有一次呢，他就来到了四川境内一座道教著名的深山鹤鸣山，这里可以说是道教的发源地，也就是东汉时期张道陵隐居修炼的地方。但是南怀瑾老先生呢，来找的是一位叫做王清风的道士，据传说他是四川境内真实存在的剑仙。当时的王清风还不打算见外人的，可是纠缠了很久之后，机缘巧合，终于和南怀瑾见了面。当时道长站在山头上面，只是用手一指呢，就让数丈之外对面山峰上的一棵老松树就应声而倒。这也让南怀瑾老先生对剑仙这个神秘的道教分支再次的验证是真实存在的。这件事我们可以去各个平台去翻阅资料，都是有记载的。而道教它起源于道家，道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如果再往前追溯，起源于华夏上古时期轩辕皇帝。所以道家的历史是非常的久远。直到1971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又一次向现代人展示了道家的神秘之处。马王堆汉墓的墓主人是利苍，利苍是早年汉高祖刘邦身边的道家宗师，所以马王堆汉墓也是一座道家宝库。和他一起下葬的还有利苍的妻子辛追夫人。刚发现辛追夫人尸体的时候，是历经2000多年不腐不烂，就如同刚睡着了一般。不仅皮肤还有弹性，头发也是乌黑亮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后来氧化后的结果。和辛追夫人一起出土的还有2件肃杀单衣，一件重48克，一件重49克，折叠可以放进火柴盒里。后来用现代国内最顶尖的仿制技术复制，都复制不出来。而历经2000年不腐不烂的辛追夫人更是震惊了全世界。这座古墓出土的除了道家失传的技术之外，还有道家失传的思想。出土的帛书有12万字，经过几年的翻译破译之后编纂成7大本书，其中有2本五行占和天文气象杂占，不仅惊人的记载了道家的观星术，还有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的运动轨迹，还有29颗彗星的样子以及运行的周期。后来经过对比竟然和现代科技所观测到的样子和周期高度一致。除此之外，还出土了一本老子5000言，也就是《道德经》，而其中的内容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世版《道德经》完全不同，竟然有700多处被后人篡改过。可想而知，我们看了2000多年的《道德经》居然是假的版本。比如我们的书中写着曲则全，枉则直，而帛书上写着曲则金，枉则定。原来道家的意思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而是想让我们勇敢的面对。我们的书中还写着与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与善信。帛书版《道德经》根本就没有一点的儒家风味，也没有仁义的意思。
再比如我们的书上写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而帛书上写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原来道家老子的意思根本就是和不争逃避它没有任何的关系。历代君王改写了《道德经》是为了更好的护卫皇权，让中下阶级的人底层百姓的思想固化，学习不争、仁义、无为这些错误的大道。所以这本帛书版《道德经》是最接近我们每个人的真实生活的，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三观和思考方式，这个对于后期我们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适合每个人都学习。每一页印刷质量也非常好，还有和传世版《道德经》做的对比，所以这本书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而剑仙派现在为什么没有人修行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首先呢是很难碰到一位仙师，其次是网络时代下有谁会愿意去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生活呢？还有修炼这种心法最主要的是戒淫欲，因为剑仙平时的修炼是采气御气，如果一旦破淫欲就前功尽弃了。所以这几个因素呢，对于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难做到的。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了，都市传说不必当真，帛书版《道德经》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收藏一本。